公司里都传开了，说大老板家里藏了一个秘密情人，而且还很漂亮。现在啊，反而倒不传你们两个了。哎，姓樊的，你是不是叫樊人呢你？我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八卦什么你？你去边待着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点面子吧。走。那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先走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秘密情人呢？是丽叔，丽叔他妈妈去世了，冯腾担心他，就让他到家里住一段时间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又是那个袁丽叔啊？他要干嘛呀他？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他跟你又是炫耀，又是宣示主权，他想干嘛？我就问问。你行行好，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这反应才过分。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啦，现在他封腾的女朋友是你薛珊珊，不是他袁丽叔，他怎么能让他住到他们家去呢？封腾是跟风月还有严总一起住，他是不是一个人住？宝贝儿，那你知道“近水楼台”这4个字吗？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他要近水楼台早就得月了，还轮得上我啊？珊珊，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做怜爱，而且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分不清楚他对一个女人是同情还是爱情。现在是袁丽叔最脆弱的时候，同样也是他最容易反败为胜的时候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封腾，他最近一直都是跟我一起吃饭，他大可以陪丽叔的，但是他却一直都陪着我，还不够真心啊？反正我是想好了，只要封腾能够真心真意的对我，不管什么流言蜚语，我真的无所谓。哼，薛珊珊，我要是男人呀，我也喜欢你，你真傻。女孩子天真是好事儿，你太天真那就是傻，知道吗？那我问你，情人节他陪不陪你过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呢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他跟你说试试，是不是？他跟你说试试，他也跟别人说试，这叫脚踏两只船，你明白吗？我问你，哎，你确定封腾是你男朋友吗？还是只是你男的朋友？封腾，有一件事儿，我郁闷了很久。你说，那个，你爷爷不准过情人节，那你父母就都不过了吗？他们偷偷过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？哎呀，不行。这是我薛珊珊25年来第一次过情人节，不能再吃了。要不然我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。不对，我怎么又说到吃上了？珊珊，你说这是你第一次过情人节？是啊。不会又生气了吧？
这里是我的公寓，公司比较忙的时候，我都一个人住这儿。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吃东西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如果你忙的话，我可以下厨啊。先不说这个，所以带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我，我们不过情人节。与男朋友拥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是女孩们的愿望清单之一。我意外地进来了这个秘密基地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身为风头女朋友的快乐呢？哎，珊珊，我今天才听说，大老板的秘密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？难道你们俩的感情出问题了？要不要我给你出谋划策？虽然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是被问起来，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不过丽叔的事儿跟凤腾的隐私有关，我也不能广播一样，好像丽叔跟凤腾没什么，那反而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吧。什么秘密情人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哎呀，难道大老板真的有秘密情人？哎呀，我还以为大老板一直是跟你在一起的呢。你们俩真的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每个人一听到我的男朋友是我大老板，总是格外敏感，连我都能感受到那股氛围，开始无谓的敏感起来。可是我跟风腾在一起的初衷，只是因为单纯的这个人啊，跟他头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才没跟大老板谈恋爱呢。他怎么会来财务部？那么刚才说的话，他都听见了吗？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情绪敏感，就脱口而出风腾不是我男朋友，这样有点太不近人情。可是就算我脑袋是清醒的，也还是会否认呐。只是风腾这反应，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跟阿佳的谈话呀？如果听到了，他应该会很生气才对吧？我下周要去美国，可能要停留1周左右。下周？这么突然啊？下周末就是情人节嘞，肯定不过了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。可是我没有护照啊。吃饭吧。不能过也不能提的日子，哪里算是情人节嘛？明明就是情人的劫难嘛。说不定对风腾来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开始过。哎，李叔。哎，丽叔，你吃过午饭没有啊？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店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我没事的，珊珊。回到市区就过正常的生活呗，忙工作。我就当成我妈还住在老家的时候一样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都习惯了。糟了，
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哎，这个花茶不错哎，很好喝。我刚才看菜单上说好像是什么，从欧洲进口的，你要不要尝尝看呀？哦，这个是我特别挑的，叫情人之吻。对啊，这是你的店。薛珊珊，你这张嘴除了吃东西还会干嘛？这个巧克力好特别呀！哎，也是你从欧洲进过来的吗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叫做 Sweet Valentine， 甜蜜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快到了，应景。我想的话，销量应该还不错。不过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了，因为风腾是从来不过情人节的。你也知道风腾不过情人节呀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那我们也偷偷过吧。既然要偷偷过，哎呀，还是不要送花了，挺浪费钱的。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。要不然我们烛光晚餐。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？先不说这个，他没告诉你吗？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薛珊珊，你果然是猪头，不会说话就算了，还专在人伤口上撒盐。风腾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辈子都不要过情人节。Your presentation about the project seemed clear and perfect. Sure, we anticipate the good news. Yeah. Are you okay? 我的天！琳达，被车送医院。是。齐帅跟客户不知道现在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再问问风腾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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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都还好吗？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完蛋了，风腾一定非常非常生气。珊珊，我怎么听说你把外国客户撞倒送医院了？听说他们好像是来谈合作的，这下人被撞到医院，真气得不得了。
直接宣告合作失败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怎么回事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快说呀！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据说是珊珊冲进电梯里面，然后撞到齐帅了，然后齐帅又把那个后脑勺用后脑勺把外国人又撞。疼不疼？你要再摁就疼了。我不按了。没事儿，小伤而已。Steven 比较惨，鼻梁骨都断了。没想到我后脑勺这么结实。你说珊珊冲出电梯，那合作案就这么搞砸了？合同倒无所谓，风腾本来就不太看好那家公司，也没有多想跟他们合作。这次谈合作呢，也只是客套一下，维护一下彼此的面子。珊珊这么一撞，倒也挺好，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应该是风腾让珊珊有台阶下吧。依他的个性，对亲密的人是不会这么客气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珊珊中午到店里来找过我，哎。风腾好像没有把他父母在情人节出意外的事情告诉他。你说珊珊今天去找你去了？所以你跟他说了风腾父母的事儿？我又不知道他不知道，这件事情又不是什么秘密，跟风腾熟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啊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风腾怎么没有跟珊珊说呢？难道他对她还有所保留？难怪珊珊这么心急。也是，你说哪个女孩不想过个浪漫的情人节？偏偏这个事情是风腾最大的痛处。哎，你说珊珊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那你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？当然了，我有那么任性吗？其实珊珊也不是任性，她就是不知道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其实我在心里面已经跟自己说过千百次了，不要因为风腾和珊珊的一个风吹草动，影响了自己整个人的情绪。我真的不是讨厌珊珊，我有时候还觉得她挺可爱的呢。我就是觉得他俩不是特别合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好像一直都在批评珊珊。哎，如果我下次还这么讨厌的话，你一定要提醒我啊。好的，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讨厌。风腾，我跟丽叔在一起，丽叔中午把你父母的死因告诉珊珊了。合作案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里。风腾本来就没有多想要跟他合作，只是把结果提前了而已。这是在安慰我吗？好冷淡的口气。你骂我，我还舒坦一些。你今天中午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没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了。合作案都破局了，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在风腾面前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情人节，就把事情搞成这样？我明天要去美国，去办一些事情。那我去送你啊？不用送了，明天很早，你好好休息。为什么这气氛好像要凝结一样，让人难受？风腾，你不如对我发飙，拿我出气，骂我是猪头也好啊。你现在这样，比酷刑还要残忍。珊珊这次啊，不只是要失宠了，搞砸了公司的合作案，恐怕是要失业了。
我看他这次啊，八成是凶多吉少了。在这种凝固的气氛下吃饭，结果会消化不良啊！可是话说回来，风腾为什么不告诉我父母的事情？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知道吗？当然没资格了，这阵子的表现，自己都觉得没资格。珊珊，出来一下吧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完了完了，严总都找上来了，珊珊这次肯定是要离开了。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啊？珊珊，不好意思啊，山里那天呢去老宅帮我拿东西，无意间看到丽叔，他呢也什么都不知道。跟别人到处八卦，让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你心情了。啊？我已经把山里开除了。不是吧？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我，却让他离职啊？其实，这是风腾的意思。你要知道，秘书是跟高层走得最近的人，如果他天天把高层的家事到处乱说的话，那就太糟了。啊？哦，所以。严总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啊？离职？为什么要请你离职啊？我昨天撞上了一个客户，又把公司的合作案给搞砸了。那你找我，不是要请我离职吗？嗨，这事儿啊，我们集团呢本来就没打算和他们公司签约，错不在你，别有压力。所以风腾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安慰我。珊珊，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丽叔并不是什么风腾的秘密情人，你不会因为这个误会风腾吧？不会。啊，那就好。我是过来人，你知道吗？像咱们这样出身普通的人，和风家的人谈恋爱，是一定会受到很多风言风语的。但你看我和风月现在，不是很幸福甜蜜吗？我希望你能够挺住，相信自己。相信风腾，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一样幸福甜蜜的。哦。不接电话呀？风腾不过情人节的原因也是，这次合作案的事情也是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？就连黎叔不是秘密情人的这件事情，也不是风腾亲口跟我解释的。我明白，我跟风腾之间并没有夹着别人，但我没料到。光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，就已经让我如此力不从心。风腾跟我的感觉是一样吗？珊珊，严总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还能待在公司吗？哎，你别说的那么直吧。严总没跟我说离职的事儿啊？没说，那是不是说禁爱令的事儿啊？对呀，禁爱令啊！严总同你谈话的时候，生活能量上面发布了公告的，说我们公司的禁爱令被撤销了。啊？你害客户受伤，搞砸了这个合作案，不仅没被革职，现在连禁爱令都一并解除了。你跟老板是不是进行时啊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肯定是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并解除了呀？就是呀。这下禁爱令也在风腾的遥控之下撤了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最近表现频频出错，肯定不是为了想在公司公开恋情的。风腾啊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，我实在是需要一本能让我解读风腾的使用指南啊！看来这下我和齐帅有希望了。想多了吧？齐帅，哎，那个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啊？世上虽没有风腾使用指南这种东西，但至少眼前有位恋爱界的大前辈，而这人恰巧跟风腾很熟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喝咖啡啊？总觉得这件事儿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哎呀，如果那天你把我脑袋撞坏了，害公司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创意总监，那你才真的应该过意不去。不过你今天请我喝咖啡，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儿吧？别说，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跟你那天急忙冲出电梯有关？哇，这个你就能猜出来？其实风腾父母的事儿啊，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一次。我能理解，热恋中的女孩嘛，都希望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。但是，这个节日对于风腾来说是一个劫难，非要让他在这个日子里跟你一起浪漫甜蜜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为难他了？所以呢，也希望你能够体谅体谅他。我知道，可是风腾他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，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，他大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的想法，或者是说真正的原因，可是他却选择不说，这让我觉得，我离他好遥远。一个千万不要乱想。风腾这个人呢，心思比较细腻一点，他不说，肯定是想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告诉你。毕竟你们两个人才刚刚开始交往，在情人节前夕跟你说这些悲伤的话，未免也太沉重了一点。我虽然不够机灵，但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。他为什么就不跟我说呢？以我对风腾的了解，当他心思越细密，越让人看不懂的时候，这说明他越在乎你。虽然你看不懂风腾，但不能否认，他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你谈恋爱。风腾曾经跟我说，要看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就是这意思。可是我又不聪明，万一搞砸怎么办呀？风腾这个人啊，在事业的容忍范围很小，不允许犯错。但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啊，就你薛珊珊那点小心思，随便你横冲直撞，你碰不到他的底线。谢谢你啊。到饭店了。虽然齐帅的话让我安心不少，可是几天下来，跟风腾的远距离对话，让我怀疑，齐帅是不是也想错了风腾的心思呢？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哟。吃过了。大老板金口一字千金，每次都只是3字真言。不过每条信息也都回复我，是在包容我吗？但只包容不说明，其实
应该也叫做忍耐吧。有男朋友只能忍耐的女朋友，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吧。我实在是太迷茫了，甚至连风腾要把我甩了的想法都想过。如果就这样散了，虽然算是落得轻松，但总觉得有点难过。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解释清楚，也不给我一个平反的机会呢？好梦。你们呀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亲爱的，好漂亮。咱们去看电影吧。好啊。凌晨班机回，明早有事再找你。找我聊？聊什么呀？不会是想跟我摊牌吧？薛珊珊，你试用期表现得很不 OK。很抱歉，你被开除了。如果是工作，还有个工作评量标准，知道自己哪边做得不够好。但爱情无关对错，全凭感觉。只要有一个人想分，那分手这件事情就可以被成立了。原来爱情比想象的还不可靠。风腾真的0点才能回来吗？李叔会知道风腾的行程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那个袁丽叔在吗？啊，您是来找袁小姐的是吧？啊。哦，她今天提前走了。走了？对。哦，是这样，你如果要找她的话，明天下午来吧。听说她明天上午要去扫墓。明天上午去扫墓？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扫墓？是扫风腾父母的墓吗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